这盆周皮黄杨与这个石头搭配，做成丛林造型会是什么效果？先看看这个丛林造型应该怎么做。总体的树是朝这个方向，所有的树朝树势方向倾斜，与石头正好形成平衡。周皮黄杨在黄杨品种中生长算是比较快的，适合造型中盘杂和吊拉操作。周皮黄杨与众不同的是它凸起的皮层，这种皮层有一定的保水性，而且它的萌芽能力特别强。在造型培育中，这种黄杨一般不会缺枝。做造型，先把树根调整好。看这边树根已经拥挤在一起，把这些树根分开。周皮黄杨的树根比较脆，调整时要控制好力度，防止它被拉断。这些树根已经形成了交叉，再长粗一点，调整就会很难。给它们留个地方，很快会长出新根。现在市场上这种周皮黄杨比较多，没有成型的也就几十块钱一颗，不嫌麻烦，用裁下来的枝干扦插很容易长根。这就是几年前用裁下来的枝条扦插培育出来的。对周皮黄杨先期培育的过程就是放养，只要不施农肥，保持盆土湿润就能生长好。等粗度达到的要求再做定型。盘杂整形，先把粗干的角度按造型要求吊拉到位，再对枝干进行盘杂。吊杂结合，操作简单，对枝干的定位比较准确。对黄杨盘杂最好采用双理线，不容易伤皮层。在盘杂时缠绕铝线，要考虑对枝干流动中增加的力度。像周皮黄杨，太松了定位难，过紧了会比较快的产生现实。把所有理线盘扎好，再做统一调整。盘杂是在确定造型形式的前提下进行的，目标不清楚，盘杂后动手调整就会左右为难。像这样，如果理线缠绕的方向错了，很难将这些枝条扭动到造型的层面上来。主干扭动到位，再将这些粗枝调整好。枝干的方向要符合树势的形成。这是做丛林造型，每一个粗枝即是一棵树。造型的重点就是按丛林布局做出成景的单棵树，调整树之间的空间。像这个配树，单树成景，但又不离开丛林总体空间布局而独立存在。对它的枝干调整要顺应丛林总体的造型。还是这棵配树，主干与相邻的树形成交叉，这在丛林造型中是要避开的。用刀将树的根基切开，插入木间，轻轻地把它敲进去，保持根部连接，使这个树干产生位移。对枝干的调整过程，有强迫症的是很难停下来的，有时间再去调整。树之间的疏密远近关系基本形成，已经有了一个丛林轮廓。接下来再按丛林造型对每棵树进行修剪。修剪从主树节顶开始，剪出主树的高度。有了这个高度，对其他树的修剪就有了一个参考点。修剪的主要目标就是把调整后所形成的空间剪出来，剪出树干的高度、树之间的疏密、粗枝的层次。不在造型内的枝条要及时把它剪掉，像这种叶类枝，
下行之。像这种过长的字，把它剪短闭牙，剪掉后空间就出来了。无论什么样的造型，要使盆景达到以小见大的场景，修剪中要使枝干显露出来，树的骨架来龙去脉交代清楚，看上去才会是景。对这盆周皮花样造型，从盘扎、调整到修剪，看似3个不同的操作，实际上是由一个设想好的丛林造型贯穿的。丛林单数层级组合，形成具有强烈动感的树势，是这盆周皮花样造型的思路。因此就有了制作中将所有的树向一侧倾斜和树与石的动静搭配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三全龙茶，下期见。